Hello， 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亚索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第一局的话，也是来到了这种新之刚的亚索。先娱乐局开局，先跟大家说一声这一期呢录了3局，然后它3局呢有不同的符文和装备出装搭配虽然说它带这套符文，但是它下一局同样的符文，但是是不同的那个出装思路。所以你们如果说出了新之刚，就是带了这套符文，但是发现新之刚做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换其他装，就是第2局的那套装备。这边的话，一开始是打了消耗以后呢，对方小法是没有带骸骨的，就利用意技能去贴脸，叠不灭，然后消耗对方。这边有风墙，有那个盾，完全不怕他那个打消耗的。上来 EQ 挂点火，吃果子没用，然后点燃烫死。点上爆破。其实亚索带不灭对线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你不要以为带不灭说不行。但这把的队友看起来是有说法的，就是队友顺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玩这种新之刚打法；不是很顺的话，建议你们就做第2套出装。然后第三局的出装就是那种一刀流的出装，对亚索这个英雄呢就要有一定的熟练度。4杠0开局，难道说这局要顺风了？太顺，新之刚叠不起来那问题来了这局我为什么会录它？大概率就是不顺，你知道吧？这里秒学大招但可惜伤害不是很够E 再 E 接 Q 再 E， 闪都不用交。4级的安倍萨不用怕，没有5级，5级还得怕一下他，怕他直接大招冲上来，猛猛输出。这样的话2分半多是吧？新之刚就出来了。说实话，做新之刚亚索的话是比较拖节奏的。刚一手出新之刚给队友来点游戏难度。AQ 这里这个亚索都已经游龙了，在中路。准备进他打爆破，这一波兵线进去，就是出来你要被疯狂的蹂躏你不出来你要被那个爆破打塔。好了，队友开始送回去了。主义技能的话，就是可以更灵活的去叠新之刚和不灭。这把鹿死水手还不知道呢感觉队友要开始送回去了。E 过来接 A，E 过来吃新之刚。哎呀，这里边撞上来了，没关系 ，EQ 赚一手。哎呀，完了，伤害不是很够，反身 E 拉开，
基本上，哎，你没有看见一个技能没躲掉，但这是纯靠肉，你知道吧？硬扛过来的。哎，星之刚，刚一手，哦，撞了，而且还是撞最后一下，就是你们吃到这个阵啊，你不要去最后一下去吃，这样的话，他那个眩晕是从你吃到这个碰到这个墙壁开始算的，而不是说快结束了你再吃到这个眩晕也是一下子的事情，不是的。所以要么你就最开始的时候你就吃那个眩晕，要么就不要去吃。完了，这波眩晕，风墙救一下，最后还是被点燃烫死了。那这边点燃又烫死了对面的朗姆。这小法的 E 技能还是太赖了呀。像为什么星之刚，然后第二件不是选择做那个血铠，或者说直接做那个血手啊？因为有个点啊，星之刚并不是前期厉害的一件装备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第二件做那个狂徒呢？就是因为有了狂徒以后，你前期叠钢的速度一定是无脑的快，知道吧？然后你就把它当做后期兜底的一种方式去玩这套出装的话，那你自然而然钢叠的快，然后你后期的发力自然而然，虽然说，然后装备出来之前，就是后续3件啊做出来以后，你的那个伤害就会慢慢的比前面伤害高的那种兜底能力更强。好了，队友开始送起来了，哎，真的就是吧，开始送起来了。有了优势以后，队友就可以开始让，所以终究还是要有兜底的。星之刚亚索就是你拿出来兜底的一种选择。一技能接吹没吹到，可血回一口，一技能再 EQ 接大招，再风墙一打，输出不太够，完了，哎，刚一手不亏，这波赚了，不亏。5-1的伊泽瑞了，开始不妙起来了，前期还看起来挺猛的。对面的朗姆也其实很那个什么，很阴啊，说实话，他那个大招你可以看到，他就是等那个亚索开始走直线的时候再给大招的。本来亚索是打算闪现 E 那个小兵，但就直接被大招打断了。这伊泽瑞尔啊，5-1，然后又出布甲鞋，他不是做其他鞋子的。哦，哎，没吃到 Q， 没事，有狂徒，这血不要钱的，说实话，这亚索，完了，4个人来了，队友还不来，哎，还好吃了这个，会不会来勾一手呢？打团估计打不太过，来了啊！看到没有？几秒以后又是条好汉，这里延迟接大招，啊，他这边亚索的大招是可以防止那个啊，他直接飞到天空 ，W 挡掉对面的大招，完了不行，队友都亡了，
射手已经挂掉了。经典的打着打着队友没了，给风墙挡一下，回了几口血。完了，对面好狂啊，扛着塔在那打。啊，这里接不到大招。哇，哎，对面也好猛啊！我天，扛着塔这样硬打嘛？啊，转了半天，啥也没转出来，一点用没有啊！闪现跟伤害。这波比是个僵尸，还在上路推塔呢，而且关键是塔又还没推掉。真的是刚刚且战且退啊，然后打完一场团战下来啊，这血量还是很健康啊。哎，说实话，这套装备虽然说偏娱乐向哈，但它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这个血量又厚，是吧？就是有时候玩着玩着手指腕的有点累。回去把破剑者买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边路去带线，然后第4下平 A 伤害，它有特效伤害嘛，就血量越高的话，它那个伤害也会越来越高。这一波团战啊，是命运的转折点啊！如果这波团战输的话，就出问题了。可以。这边直接来打这个小法啊，不要找其他的。对方直接就掏金身了，但这金身有什么用呢？EQ， 可以。4刀，哇，700多的那个打塔伤害。对我呢？哦，哎，他那个第4下平 A 能打400多点伤害，我天，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吹走位，往后拉 QA， 完了，对面射手来了就打不太动了。啊，盲僧过来送了。4-1的瑞文啊，但是说实话，刚刚其实亚索打他跟他站撸的话是完全打得过的，但唯独就是他的队友先到，那没办法。但就是有个点，就是亚索这套出装的话，杀人很慢。为什么？因为他要打那个伤害的话，第3件破剑者做出来以后，他是第4下平 A 才有那个特效平 A。可以看到，刚刚打在瑞文身上有400多的一个伤害爆发，也还是可以的。可以说，新之刚亚索的话，那个观赏性很好。这种新之刚亚索其实就是能体现出端游亚索就是标准玩法的一种那个观赏感，因为确实总体来说啊，就是撸啊撸这个英雄联盟这个英雄，端游它的观赏性跟手游真的是没法比啊，就是手游跟那个端游没法比，说反了，sorry。这边手游的话，所以有一些英雄反倒是为什么新之刚亚索大家会喜欢看，就是因为他的那种是吧，观赏性啊，或者说持续操作啊那种，是手游啊带不来那种端游那种感觉。好了，霸王雪凯做出来了。要开始 carry 了嘛？
血手的话是可以做的，如果对方有破盾，血手再看情况。哇，对方好狂！哎呦，哎呀，又没队友了。队友这边一上去，队友就跑了回家是吧？现在又踹上去了，一个 Q 收人头，只会一个人上去收人头是吧？刚刚上去踹一脚，给亚索一个是吧？跳飞大的空间，多好！刚刚3、4个人在一起，盲僧肯定可能踹个1、2个。2杠7的盲僧，又菜又毒的盲僧，真的是。好吧，这波比精彩的对决。啊，怎么开始？这个小法还打出了优越感。来了，哎，这还开始打上这儿来了。完了，对面安贝萨杀心很重啊。出一口接大招，瑞文在旁边赶紧走。这2个人就直奔这个亚索，知道吧？哦，可以直接的话去拿大龙。哎，不过说实话，亚索新之刚亚索在这个版本没有之前那一下那么强了，就是有巨型9头蛇的时候那么强，就是巨型9头蛇还没改的时候。改完以后，然后又到了这个版本以后，确实不咋地。有风墙完全不影响。421的攻击力啊，已经开始可以随便打了。就你叫泰坦是吧？啊，开始融化对面了，这波伤害，这切后排对面根本就处理不了。标准的一个虎入羊群。那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的话还有2局啊，不同的出装啊，不同的符文。好，那欢迎大家收看啦！喜欢的话点点关注，点点赞。